我苏妙妙用一双手就能把最普通的食材送上世界之巅。让我们恭喜苏妙妙荣获本届国际厨艺大赛全球总冠军。厨道无界，味道无疆，我苏妙妙终有一日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您烧了3天3夜，奴婢还以为撑不过去了。你叫什么？小姐啊。小姐，奴婢破院，我这是穿了。三小姐醒了没有？醒了就赶紧出来领饭。糟了，是张妈妈。谁？夫人身边管月历的张妈妈，咱们锦里居的吃穿用度都要过她的手，她向来……磨蹭什么？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不成？小姐，您才刚醒，饭都送到门口了，我总得看看她给我送的是什么。哟，三小姐真是命大，总算舍得醒了。还不把饭摆上，别饿坏了三小姐。这怎么能吃？哼，怎么不能吃？你们锦里居的月例就这些，庶女就别想着嫡女的待遇。青梅起丝，咸菜腐败发酸，这你也敢拿来给我吃？这是吃了会要命的东西。小姐，我记得府里拨给锦里居的月币是2两银子，再差也不至于沦落到吃这种猪都不碰的东西。对，去查账。不必惊动账阀，老奴这就去换新的。不用了，从今往后锦里居的月例我们自己去吃。张妈妈，你这份好意我心领了。苏妙妙，你疯了！疯？从今天起，锦里居这口馊饭我不吃了。小姐，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小姐，行，气势是立住了，就是肚子不太给面子。饕餮玉佩已激活，可沟通异界食材库。去生火。生火？今天开始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美食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既然给了我一口灶，那我就把这侯府的天烧红了看看。你这玩意儿真能管饭吗？小姐，这柴火都是湿的，怕是连水都烧不开。火不行就挑火，锅不行就借锅。灶台再烂，也拦不住会做饭的人。小姐，奴婢跟着您这么久，从没闻过这么香的味道。闻着香算什么？等会儿吃到嘴里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回味无穷。哪来的香味？这味道，锦里居。饕餮星，1000年难遇的饕餮星现世了！天佑大周，厨神降世啊！小姐，这粥喝下去浑身都暖融融的。米香清透，
灵芝回甘，火候差了点，但在这破灶台上勉强及格。这还叫勉强啊？拿来。这位爷，私闯民宅还抢食儿，不太讲究吧？你有味道。什么？这粥本王包了。王爷好大的口气。成啊，1碗10两银子，先付钱。小姐，那可是九王爷。王爷也是吃饭的，吃饭就得给钱。王爷是打算现结银子，还是把我的锅碗瓢盆一并包了？此粥可抵万金。成交。王爷真是个爽快人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小贱！九王爷！张妈妈来的正好，王爷只是偶然路过，品尝一下这里的点心。您瞧，这粥还剩点底子，要不你也尝尝？老奴不敢，老奴不敢造次。主子，该走了。这粥，本王日后还要吃。王爷若肯付钱，自然有的吃。苏妙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九王爷都敢往院里招！王爷是自己翻墙进来的，你若有本事，不如去王府问一句，他为何要来我这破院子里讨一碗粥？倒是你张妈妈，月丽的账且不说你查清没，你说，若我把你刚才闯门失忆惊扰王爷的事说出去，夫人保不保得住你？你少拿王爷压我！我是提醒你，锦里居如今不是谁都能踩一脚的地方了。小姐，他一定是去告状了。去吧，锦里居是我的地盘，谁想掀我的锅，我就先砸了谁的饭碗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小贱人竟敢在院里私会王爷！老奴亲眼所见啊，夫人，九王爷从那破院里出来时还带着笑呢。那苏淼淼不知使了什么狐媚手段，他也配！夫人息怒，戚大生事。母亲息怒，只是九王爷何等身份？若外头传出他出入庶媚偏院，旁人岂不是要笑咱们侯府教女无方？婉儿，你就是心太善，一个庶女敢勾引外男，这就是败坏门风。既然他不懂规矩，我们就按家规办事。母亲说的对，正好借这个由头，让他知道这侯府到底谁才是主子。真银子。姑娘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那可是杀人都不眨眼的九王爷，他留下这么多银子，还说以后还要来，怕不是有什么图谋吧？图谋？管他图谋什么，银子到手才是真的。有了这些家具、炊具，咱都能换一轮。先把肚子填饱，再谈别的。三姑娘，侯爷有令，请您立刻去前厅一趟。完了，一定是夫人告状了。知道了。三姑娘，侯爷在等。侯爷既叫我去，自然不会差这2步路的功夫。既然有人急着告状，那我就去看看，他们有没有那副好牙头，真能咬得动我。女儿因身子不适来晚了，请父亲见谅。请安，你可真是有脸！刚才在院子里跟九王爷眉来舍去，现在等装起端庄了。嫡母慎言，那是战神九王爷，王爷亲自翻墙进我偏院，难不成嫡母是要我把王爷拦在门外，再回他一句男女有别，请回吧？你少拿王爷压我！女儿不敢压嫡母，只是王爷做什么，女儿一个庶女，
拦得住吗？妹妹说笑了，母亲也是关心你的名声。九王爷虽是战神，可到底男女有别，妹妹还是要当心些才好。多谢姐姐提醒，我记下了。行了，叫你们来不是听你们争这些闲话的。过几日便是太后6时寿宴，宫中传了话，命京中世家女子备美食献艺，圣上更有另一层意思，要借此为几位皇子选妃。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侯爷，咱们婉儿从小精通厨艺，定能入太后和圣上的眼。父亲放心，女儿必定竭尽所能，不给侯府丢脸。苏妙妙，女儿在。你身子刚健好，寿宴那日便老实待着，别去添乱。女儿明白，定不给父亲招惹是非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婉儿，三皇子府上还缺个侧妃，你若能献艺出册，母亲放心，女儿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小姐，侯爷都发话了，咱们真的还要去争吗？争？既然比厨艺，那就别怪我把他们的桌子一锅端了。小姐，这刀工也太神了。鱼是好鱼，可惜还差一点。这鱼怎么像突然活过来了一样？不是活过来，是他总算配得上我下刀了。那小姐，这鱼是做给谁的？咱们被克扣了半年的月例，总得一文不少的讨回来。可月例都捏在夫人手里，所以不找他，找父亲。女儿妙妙见过父亲。不在你那偏院待着，跑来这儿做什么？方才后院又闹什么？女儿不敢惊扰父亲，只是今日运气好，在后湖边得了一尾鱼，想着父亲近日劳累，脾胃想必清淡，便斗胆做了道薄切鱼剂，请父亲尝个新鲜。好刀工，好味道。你做的？是，女儿平日食材有限，今日不过运气好些，才敢做这盘鱼煎献给父亲。否则，女儿哪有资格做这些？胡闹！侯爷，您听妾身解释。解释？妙妙也是我侯府的血脉，你们就是这么当嫡母当长姐的？克扣月数，逼得他连做顿像样饭菜都要靠撞运气。侯爷，妾身从未。从未？若他日子过得宽裕，会把一尾鱼当成侥幸，会说自己没资格做这些。去账房。是，侯爷。把三小姐这半年来被拖欠的月例一文不少的补齐，再从我司库里挑2匹上好的云锦送去锦里亭。女儿，谢父亲赏赐。主子，苏三小姐今日借一盘鱼剑，不仅讨回了被克扣的月令，还逼得镇北侯当众责问王氏，另赏了云锦2匹。这小厨娘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王爷，既然来了，不如下来尝尝我新做的桂花糕。御厨选拔这么大的热闹，您想必已经听说了。到时候若真进了宫，您可得替我捧捧场。不说话，那我就当王爷答应了。殿下，你看这道开水白菜，不就是一碗白菜汤吗？婉儿，这次寿宴你定能压过旁人。
于苏妙妙，就让她守着那破厨房做梦去吧。姑娘，听说大小姐那边正鼓捣大菜，阵仗可不小。她爱折腾那是她的事，咱们做咱们的。小姐，他们这是又想做什么？听说妹妹近来正为太后寿宴苦练厨艺，姐姐新学了一招，特来与你切磋切磋，也好彼此长进，免得进了宫，在太后面前失了侯府体面。姐姐抬爱，妹妹愧不敢当。不过既然姐姐有兴致，那便请吧。这道金汤沸玉最讲究的就是火候，滚油泼下去的时机若有半分偏差，不是烫伤了手，便是毁了整道菜。这一会儿不对，妹妹可要看仔细了。小九！你闭嘴！王爷，奴家不是故意的，是手滑了。哼，手滑？若本王今日来晚一步，你这双手也不必留着了。有理，有杀气啊！苏妙妙，去行府医，快！小姐，你醒醒啊！王爷，三小姐体内有一股基因邪气，正在侵蚀生机。这不像寻常中毒，小人无能，小人实在无能为力啊！侯府内宅，倒真是好手段。果然，今夜之事，若传出去半个字，王爷放心，小人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别动。九王爷，躺好。不想死的话，就老实点。你那位好姐姐想要你的命。宅斗不是请客吃饭，这是真的会死人。从今日起，他会留在锦里居，属下听风参见主子，见过苏三小姐。天哪，暗卫！让王爷的贴身暗卫来给我看家护院，这手笔也太大了。照顾好他。既然三小姐已无大碍，那小人先行告退。小姐，还好你没事，刚才真是吓死奴婢了。不过这位九王爷对您可真好，竟把贴身暗卫都留下来护着您。有了这位贵人撑腰，以后大夫人和大小姐想再欺负咱们，也得掂量掂量了。王爷的恩情要记，但这命更得靠自己守着。去一趟库房，取紫苏子、云若根、甘松草各备一份。小姐，你要这些药材做什么？我体内的寒毒虽退了大半，可余毒未清。今晚我要熬一盅3清养颜羹，既能清毒，也能补气血。哦，奴婢明白了。
小姐是想尽快养好身子。我不把自己养回来，那些人还真以为我苏妙妙永远是那个任人踩在脚下的软柿子。去吧，天黑前务必送回。小姐放心，奴婢定不误事。三清养颜羹，配比序分毫不差，火候更要温而不燥。小姐，药材齐了，您瞧瞧，都是按您的吩咐选的上好成色。辛苦了。好香啊，这味道闻着就让人神清气爽。殿下，你且看着。看着什么？从今天起，锦里居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破院子，这间小厨房会变成我手里最锋利的刀，清润甘醇。小姐，成了吗？总算像样了。夫人，三小姐领来了。妙妙，九王爷在此，还不快来行礼？妙妙见过王爷，见过母亲。免礼。本王今日来是想再尝尝三小姐的手艺，又是为了她的厨艺。这小贱人到底给王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既然王爷有此雅兴，妙妙这便去准备。小姐，这白菜像玉石一样透亮，还有这锅，奴婢从未见过这么水灵的食材。这叫翡翠心，最是清甜，去提新鲜的清泉水来。火候要缓，汤色要清。这一锅碧玉清心羹，是做菜也是世人喜。三妹妹忙活半天就做了一盅清汤，不知情还以为咱们侯府连口肉都舍不得给王爷吃。繁华落尽见真纯，王爷请。他尝到了，那不是空洞的吞咽，是真真实实的百味。苏三小姐的手艺果然难得，侯府藏着这样的明珠，倒是本王先前小看了。王爷谬赞。既然王爷厚爱，妙妙想，若是能将小厨房打理得更妥帖些，以后也能更尽心地替侯府分忧，不落了咱们府上的名声。他只是借着王爷的事逼我放权，若是不答应，岂不是得罪了九王爷？既如此，那锦里居的小厨房以后便由你自己管着吧，不必再经大厨房的手。多谢母亲成全。锦里居的火，从今天起才算真正烧起来。唉，撤了吧，看着就腻，半点胃口也无。这老夫人病了几日，低迷未尽，怕是……老夫人，民女斗胆，为您准备了一盅解腻的小食，愿您一试。苏妙妙，休得胡闹！罢了，让他盛上来吧。这味道倒是清爽，好，清而不寡，温润入味，这手艺难得。赏，取那对极品翠玉镯，再备一盘金瓜子。凭什么？连伯爵府的老夫人都被这贱人收买了。苏妙妙，你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妙妙不知母亲所指何意。哼，别以为得了几句夸赞，勾搭上贵人，就真能在这侯府里翻了天。庶女就是庶女，懂吗？母亲教训的事，妙妙谨记。小姐，这信没名没姓的，写了什么？有人约我在望江楼见一面。大夫人专门派了钱婆子在偏门守着，您这会儿出去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他盯着前门，还能盯着全京城的巷子？
人呢？刚刚明明还在买绿豆糕。王爷相召，不知所为何事？那日的碧玉清心羹，还有今日的金玉满堂羹，味道绝非凡品。苏妙妙，你可知道，本王自中毒后便丧失味觉，唯独你做的东西，能让本王重新尝出滋味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民女不知意味着什么，民女只知道，王爷若想尝尝真味，民女这双手或许能替王爷解忧。王爷，看来今天是商量不出什么结果了，民女先走一步。不对，空气里有股腥味。小姐，您总算回来了。奴婢方才打扫时瞧见小厨房的后窗被人动过，这窗寿都歪了，像是有人偷偷翻进来过。看来有人对我这偏僻的小厨房很感兴趣。殿下，去把那把细筛取来。果然是雪中春信。小姐，什么是雪中春信？这名字听着倒好听。这是后宅贵人们最爱用的香料，熏衣上是极好的，可若落在锅里被人吃下去，轻则腹痛难忍，重则五脏受损，是要人命的东西。小姐，那是二小姐的东西，奴婢记得清楚，她最爱这套金丝盘扣了。金丝盘扣，雪中春信，人证物证倒是都齐了。这心肠也太毒了，咱们这就去正厅告诉侯爷，让侯爷给咱们做主。现在去，他顶多挨一顿不痛不痒的骂。既然他这么喜欢在我厨房里动手脚，那我就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这份心意亲口咽回去。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？把小厨房收拾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，就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。奴婢明白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你真以为苏妙妙还是以前那个任你揉捏的废物，还跑去她厨房下手？万一被当场抓住，你还要不要名声了？母亲，女儿只是不想看她在那神气。那小厨房原本就是咱们府里的，她凭什么？糊涂！若她抓到把柄，不只是你，连我也得跟着你遭殃。母亲放心，这一次女儿绝不会失手。妙妙见过太后娘娘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是苏家的三丫头啊，起吧，今日带了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这是妙妙亲手制的春晓玉露，请娘娘品鉴。好，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。三丫头有心了，确实好香啊！咱们离得这么远都闻见了，娘娘喜欢就好。母亲，我好难受。婉儿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母亲！大庭广众之下，这是成何体统？二姐姐这是怎么了？瞧这模样，莫不是碰了什么不该碰的？滚开！贱人，离我远点！昨日我的小厨房里恰好发现了这个，上头沾着雪中春信的冷香。这东西若是混进食材里，可是会让人腹痛难忍、皮肤溃烂的。妙妙倒是想请教母亲和二姐姐，这刻着婉字的贴身盘扣，为何会掉在我的灶火堆里？王氏，你给本宫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后娘娘息怒，许是二姐姐不小心落下的。妙妙不过是个掌管小厨房的，此番万幸没让这脏东西进锅，往后妙妙一定更加谨慎，绝不让这等无妄之灾再牵连进任何无辜之人。这话说得巧，这是在点谁心肠狠毒呢？
三丫头懂事，那是她的福分。若有人再不安分，本宫绝不轻饶。都散了吧。谢太后，谢太后。小姐，您方才就是太仁慈了，当着太后和那么多贵人的面，您就该再加把劲儿，直接把二小姐那点龌龊心思撕个稀烂。撕开了又有什么意思？让她当众丢脸只是个开始。开始，今天过后，这侯府后院再没他们的安生日子，留着他们慢慢怕，慢慢熬，看着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岂不比一棍子打死更有趣？小姐说的对，钝刀子割肉才最疼。那个苏妙妙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母亲，今日太后的话，明摆着是在敲打咱们，连九王爷看那贱人的眼神都不对劲儿，咱们难道就这么看着他爬到咱们头上？出尽风头又如何？太后离了侯府，这到底还是我说了算。可九王爷那边，明着斗不过，咱们就来暗的。母亲英明，若是没了那手艺，再坏了名声，看他还怎么勾引王爷。小姐，该歇着了。殿下，明儿起守好了厨房的灶火，谁来也不许动。三妹妹近来可好？听说你昨夜在老太太那里忙了许久，一直到深夜才歇下。姐姐这心里啊，真是心疼的紧。劳烦姐姐挂心，不过是些厨房里的活计，习惯了，并不算累。这院子虽破了些，倒也被妹妹收拾得利落。这是母亲特意叮嘱我送来的，是上好的菌菇粉，最是滋补，给妹妹平日里炖汤用最好。好妹妹，你跟姐姐说实话，在这儿吃得可顺心，睡得可安稳。若有缺的短的，只管跟姐姐提。姐姐有心了，瞧我，光顾着说话，险些忘了府里还有事。那姐姐就先回去了。哎呀，瞧我不小心的。小姐，这东西怎么了？菌香里混着一股子药味儿。殿下，这东西先收起来，千万别动。果然，他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这不是二小姐衣裳上的盘扣吗？小姐，她分明是故意丢在这儿，想栽赃咱们。他既然这么想送礼，那我就陪他玩个大的。小姐，咱们现在就去找侯爷揭穿他。不急，再过2日便是赏花宴。既然是他种下的因，那这苦果就留着让他在宴上自己亲口吞下去。三妹妹可算来了，快随我来坐。多谢姐姐。听说三妹妹近来在小厨房里钻研，学了不少新奇本事。今日春光正好，妹妹不如也露一手，让我们姐妹几个尝尝鲜。是啊，妙妙，正好让诸位夫人小姐也瞧瞧，咱们镇北侯府的姑娘个个都是有才艺的。苏三小姐若是真有秘技，可别藏私啊。既然母亲和姐姐都这么说，那妙妙便献丑了。快把食材抬上来。妹妹，这可是上好的菌菇粉，用来煲汤最是鲜美，你可一定要试试。多谢姐姐。不过，今日我想做的这道汤，讲究个纯字，倒是用不着这个。妙妙先去小厨房准备了。小姐，都按您的吩咐备好了，可这也没见着什么稀罕食材啊。急什么？这不就来了？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这般勾人？从未闻过这般纯粹的菌香，闻着竟叫人心旷神怡。让诸位久等了，
山野粗食，松茸清汤，请各位品鉴。天哪，这汤怎么会这么鲜？我曾在宫宴里喝过菌汤，可比起这碗，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这松茸入口即化，太绝了！妙妙确实有心了。对了，姐姐，昨日我在小厨房忙活，不留神在柴堆里捡到了这个。这盘扣上沾着一股奇怪的辛辣味，倒是和姐姐送我的那袋菌菇粉里的味道有几分相似呢。那不是苏二姑娘贴身的盘扣吗？怎么掉到三妹妹厨房里了？听这意思，莫不是在那菌菇粉里动了什么脚？三妹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姐姐别紧张啊，妙妙能有什么意思？只是觉得奇怪，好好的菌菇粉怎么会有股子说不出的怪味呢？姐姐博学，不如替妙妙指点指点。胡说八道！今晚一片好心送食材，你倒反咬一口，简直是没规矩。母亲息怒，女儿不过是随口一问。不过方才听诸位姐姐说这汤好喝，那妙妙这点微末厨艺，应该也不算丢了侯府的脸吧？诸位慢用，妙妙身子还虚，便先告退了。小姐，您方才真神了！您没瞧见二小姐那张脸一阵青一阵白的，跟开了染坊似的。这就痛快了？那可不，当着这么多贵人的面揭穿她，看她以后还怎么装。让她当众丢脸，只是个开始。那菌菇粉里的毒，她既然敢送，我就有的是法子让她尝够苦果。对，敢害咱们小姐，就该叫她知道厉害。小姐，你身上这味道好生特别，怎么会在这时候冒出来？这是生母林氏血脉相传的实香，记忆里母亲曾反复叮嘱，这香气是夺命的祸根。这香味不像花露，也不像香膏，倒像是某种让人食指大动的鲜汤味儿。若是在太后寿宴或是九王爷面前泄露，那些藏在暗处的狼怕是瞬间就会扑上来，到时候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别怕，此乃天赋神香，由我掌管，可收可放。收。咦，怎么回事？那股味道怎么一下子就没了？想必是下午在研磨新香料，不留神粘在领口上的，散了就没了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去打盆水来，我要净手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小姐做出的东西总这么神，连香味都跑得快。这玉佩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那是母亲曾经放过东西的地方。当年的石香引来灾祸，母亲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背后究竟卷进了什么局？王氏私吞的那些嫁妆和遗物，必须尽快拿回来，那是唯一的线索。念夏，去把下午蒸的那碟桂花栗子糕取来。小姐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您要吃点心？去取便是，我有用。王爷深夜造访，可是算准了妙妙这儿有新出炉的茶点。王爷觉得味道如何？太甜。什么？本王更喜清淡些的。这人真是半点心思都不让人看透。小姐，您这一早上画什么呢？我打算开一家私房菜馆，名字就叫饕餮阁。开菜馆？小姐，咱们可是侯府的身份，若是被嫡母知道……念夏，身份救不了我的命，但银子能。只有把钱抓在自己手中，咱们在这京城才算真正有了根。走，陪我出府摸摸行情。掌柜的，这干鲍和干贝怎么卖？这可是供宫里贵人的上等货，苏三小姐，您那点月龄，怕是连个边儿都摸不着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家小姐好歹是侯府的姑娘。侯府庶女，谁不知道锦里居是个什么地方？没钱就别在这儿充大头，免得弄脏了我的地砖。
掌柜的这双眼瞧得出银钱，却瞧不出本事。本事？一个厨娘能有什么本事？掌柜的，琼林斗菜会是报名了。你既然看不起厨娘，那咱们就赌一把。若我拿下斗菜会头筹，你便当众给我家念下道歉。就凭你，你要是能夺魁，我这铺里的食材随你挑。小丫头拿这些破烂能做出什么？喂猪吗？边角料，那是你们不懂什么叫质问。这失传已久的吊汤法，汤清如水，味浓生津，头筹苏妙妙。小姐，这是礼部尚书府家狄小姐写的，说非要请您去指点茶点呢。还有这张是永昌伯爵府的。小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？得了京城第一勺，咱们现在可是京城红人了。检测到乱世林有大机缘，这些虚名换不来命。念夏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屋歇着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好，那小姐你也早点睡。苏姑娘，王爷大半夜不睡觉，躲在树上当猫头鹰吗？这后山是本王的封地，倒是苏小姐深更半夜想去哪儿？找东西，你别管。再往前走就是后山禁地了，幽冥地窖，那是前朝废墟，死过不少人，不干净。既然是不干净的禁地，那我更得去了。行，本王带路。吃了。这是什么？本王若要害你，何须用毒？这是避毒丹，能护你心脉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进去。就是这儿，他在叫我。玉佩在发热。别动，这顶带煞。苏妙妙，老实告诉本王，这玉佩到底是哪儿来的？我娘留给我的，她是镇北侯府的林氏。林氏？你果然知道什么？我娘只是侯府的一个侍妾，难道还有别的身份？20年前，京中曾有一桩离奇旧案，牵扯进一名身份极其神秘的女子。后来那女子人间蒸发，只留下无数未解的谜团。如今看来，你生母林氏，恐怕就是当年那个局里最关键的一环。你是说，我娘是？那是什么声音？走。可那鼎里的秘密还没……现在不是探究的时候，命没了，什么秘密都是废纸。擅闯禁地者死！是镇守这里的凶手，这家伙眼底全是狠毒，要小心。跟在我后面。这火比厨房的灶台狠多了。有门，王爷接好了。尔等休想逃！
能压住他。左边先亮，中间最盛，右边退迟。王爷，按左中右的顺序击顶。就是现在！你疯了！要是玉佩没用，你这只手还要不要了？我也就是赌一把。一界石材库的位置，凤尾兰。这玉佩倒是知恩图报，杀完凶兽还送你一份菜谱。这可是调味圣品，有了它，太后寿宴的压轴菜就稳了。刚经历九死一生，还想着做菜。传闻九王爷冷面冷心，关键时刻倒比谁都靠谱。少爷您别乱动，大夫说您这身骨子经不起折腾。阿姐，我感觉到阿姐有危险，那些火好烫。姑娘在那儿好好的，您定是做噩梦了。不，她疼，我也疼，我要去找她，我要去找阿姐。少爷，来人，快请大夫，快去找姑娘。阿姐，少爷刚才突然就发病了，非说你有危险，怎么劝都不听。没事了，阿姐回来了。阿锦乖，你好好躺着，阿姐一会儿给你做你最爱喝的莲子羹，好不好？阿姐，你没事？没事儿，阿姐好好的，快睡吧。姑娘，少爷这病真的能好吗？会好的，只要我能在太后寿宴上站稳脚跟，就能请来最好的太医，拿到最好的药。不管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阿锦，这一仗我绝不能输。你果然会来。王爷大半夜不睡，专程来偏院里堵我。本王若不来，谁知道你今晚还能不能活着从这地底下爬回来？说的像我多没用似的。宝库，这简直是个宝库！好东西，全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。苏妙妙，几件没人要的旧厨具，就让你高兴成这样？王爷懂什么？这可不是普通的旧厨具，这叫宝贝。老物品用着才顺手，做出来的菜都更有味道。新的那种匠气哪能比得上这种灵气？王爷这空间戒指倒真是个利索东西。收。苏三小姐的动作也不比本王慢。天溪仙草竟然是这种极品！王爷，这可是做药禅的顶级材料，有了它，便没有我治不好的体虚。别人进宝库想的是金银，你倒好，满眼全是锅碗瓢盆。灵位晶石，你认得此物？听母亲留下的残卷提过，这是传说中的珍宝，能提升食材的灵性。只要放上一小块，菜的味道便能再上一个台阶。王爷放心，等我用这宝贝做出新菜，头一个便请你尝。好，本王记下了，千万别让本王等太久。今天真是赚大了，走吧。
这不是普通的储物玉佩，这是10道传承，哪怕是一根野草，我也能切出龙肉的味道。再不收了你这满屋子的灵光，怕是整个侯府的人都要被你招来了。王爷大半夜不睡，在这儿听横叫呢。本王是怕某人得了宝贝乐得绝过去。收拾好了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云锦芙蓉竟然这么多！王爷，这花瓣入酿能延年，入膏能养颜，这一片得卖多少银子啊？看上了，看上了，全是钱，不，全是食材啊！本王这园子里的花本是为未来9王妃种的，既然妙妙姑娘喜欢，尽管摘去。谁要当你王妃了？小姐这手速比剁肉时还要快上几分。妙妙姑娘这薅本王羊毛的本事，倒真不客气。王爷说随便摘，我若留下一片叶子，那都是对王爷的大不敬。做好了，别忘了给本王送一份。没问题，头一份准是你的。不用急，本王的东西迟早全都是你的。摘够了，殿下快走！有意思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这把入酿太嫩，做花糕倒是绝配。姑娘，您高兴的都快哼出小曲儿了，能不高兴吗？殿下，你瞧这些花瓣，那可不是落红，那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奴婢就知道，姑娘惦记的还是银子。废话，在这侯府深宅，手里没银子，腰杆子怎么硬得起来？三小姐好大的架子，一个庶女倒把院子过成了自个儿的小天地，连主仆规矩都不讲了。张妈妈大清早闯我院门，就是为了教我规矩。老奴是奉夫人之命提醒三小姐，庶女就该有庶女的本分，别仗着几分小聪明就不知天高地厚。泼！你放肆！哎呀，手滑了。嬷嬷若是不服，尽管去告诉嫡母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张妈妈这是做什么？来我锦鲤居行此大礼，我可消受不起。夫人说了，3天后府中设宴招待表小姐们，请三小姐也准备一道点心，可别丢了侯府的脸面。姑娘，这分明是要让您当众出丑。出丑，他们想得到没？婉儿这点心费了心思。三妹妹可算来了，让我们尝尝你的手艺。这味道，这是什么神仙点心？此物名唤玉露凝酥，请各位品鉴。好甜，不是清甜。哎，苏三姑娘，这到底是何物所致？里头这股子清冽果香，我竟在京城从未尝过，比寻常酥点高明出太多了。苏二姑娘那碟芙蓉酥，倒显得有些腻人了。确实别出心裁。那点心所用的果子并非凡品，你一个常年不出府的庶女，哪来的银子采买这些食材？回母亲，不过是平日里从月例中省下的提子钱，再加上前些日子在后山偶然摘得的野果，上不得台面。野果？苏妙妙，你当我是3岁孩童？妙妙不敢欺瞒母亲。你最好记清楚，这侯府的天到底是谁在折腾？小姐，您瞧瞧这送来的都什么？陈米里掺了厚厚的骨刨，青菜全是发了蔫的烂叶子，连送来的炭火都是冒黑烟的次等货。断供而已，又不是断命。他们这分明是想活活饿死咱们。
他以为这样就能逼我低头。念夏，拿着半袋子糙米去后脚门给老张头，让他去外面帮我带点新鲜的山药和干货回来。既然大厨房不给火，那咱们就借异界的火，烧一顿好的。王爷，这是邻里居那边差人送来的新点心。手艺见长，那串波梭进贡的银白极品珍珠呢？王爷，那可是皇上刚赏给您的。废话真多，给他带去。王爷，查清了，王氏的母家近日盗卖朝廷管控的西域香料和贡品海参，证据已尽数掌握。先留着，这么一份大礼，自然要小厨娘亲手拆开才有趣。姑娘，这珍珠圆润晶莹，一颗怕是都值100两银子。三小姐，小的这就去催催大厨房，定是那些不长眼的奴才送错了份礼。萧绝这人，倒真是会给人撑腰。三小姐，不好了！念夏姐姐刚才被风华院的张妈妈带走了，说是大夫人要亲自审她。嫡母还真是越来越有成息了。小姐，咱们快去抢人吧。抢？不必，我去给他炖一灸十全大补汤。你来做什么？女儿听说母亲近日为了操制服务甚是乏累，特意在小厨房熬了盅补汤，来尽尽孝心。哼，你有这份心倒是不易。母亲近来可觉得嗓子发干，夜里盗汗，甚至心口总有一股子耐热压不下去。你想说什么？这症状倒像是补过了头，譬如遇刺的血焰吃多了，最易生内燥。您说巧不巧？这病症和那私吞遇刺血焰的人倒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女儿特意熬了这汤，专给母亲降火。若母亲喜欢，女儿以后天天来送，保准让您这火气全消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只是念夏毕竟是打小服侍女儿的，若她不在身边，女儿这手脚慢了，怕是赶不上母亲喝汤的时辰。把人带走！多谢母亲成全。小姐，奴婢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。傻丫头，在你眼里，你家小姐只会拿锅铲，不会收拾恶人。三妹妹，李嬷嬷难得出宫来府里，我特意做了百花如意糕，请嬷嬷品鉴。甜度适中，样式也算过得去。妹妹前些日子不是才得了个京城第一勺的名头吗？不如也做一道，让嬷嬷指点指点。金箔百花糕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既然姐姐有兴致，那我便献丑了。三妹妹，你就打算拿这些粗陋玩意儿让宫里的李嬷嬷指点？这做点心可不是喂猪，材料太寒酸了，嬷嬷怕是咽不下去。姐姐说笑了，山珍海味固然好，可若失了本味，也不过是堆砌。此物名唤雪云糕，请嬷嬷尝尝。好，膏体入口即化，这股清润的兰香，竟叫人连日里的燥气都散了。三姑娘，这方子是谁教你的？近日苦夏，太后若能尝到此等清新脱俗的糕点，必定大喜。太后娘娘有旨，宣镇北侯府三小姐苏妙妙入宫觐见。小姐，真的传诏了。母亲，咱们费尽心思才求到的机会，竟全给这贱人做了嫁衣。别慌，入宫那是规矩森严的地方，出一丁点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母亲，女儿进宫了。太后这是心火旺导致的苦夏，寻常补品只会添乱。
清而不寡，香而不腻。哀家活了这把岁数，竟觉得你这丫头做出来的东西比御厨还要合心意。太后娘娘谬赞，只要娘娘喜欢，便是臣女天大的福气。你这丫头不仅手巧，说话也有分寸。传哀家口谕，准镇北侯府三小姐苏妙妙今后凭哀家手令自由出入宫门。哀家若想吃她做的东西，自会派人去传。臣女谢太后隆恩。李嬷嬷，再去哀家司库里挑些用得上的赏给她，银子、珠钗、食材都别吝啬。是，会做饭的人手上总得有点好东西。小姐，您看他做什么？这盒子旧成这样，怎么也混在赏赐里？不对，这字像林玉娘的。妙妙娘，非病，百味秘境。我娘不是病死的。王爷，本王刚查到一条线索，你母亲的身份恐怕确实不只是侯府侍妾那么简单。巧了，我这里也刚拿到一点东西。看来你我查的是同一件事。可我能信王爷吗？本王也没让你现在就信。那是什么？不止你一个人在找他。那就看最后是谁先找到谁。